个法线调低一点，没问题，非常完美。大家好，欢迎回到 Unity 官方，我是达哥。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如何用360的图片来制作一个无模型的场景，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回响，非常感谢。制作这种能够给予大家启发的视频的内容，就是我的任务，我会继续加油。那本期要讲什么呢？我们上一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类型的内容，它的限制就是镜头不能够转动。那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来突破这个限制。我想到镜头既然不能移动，那我能不能够换另外一个思维，让背景来移动？没错，这就是本期要介绍的内容。通过 Unity 360的视频，来达到欺骗你的眼睛的目的。这个是 Unity 官方的射击游戏 Space Shooter。如果我把这个项目上架卖1美，你会支持达哥买来玩吗 ？No。那如果改成这样，你应该就会买了，对吧？看看这个性能的表现。是的，这是基于上一期介绍的方法，把360图片改为360视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内容呢，记得先回去看一下上一期的内容。采用360视频可以变相解决不能移动镜头的限制。通过会动的视频，让你的眼睛误以为你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往前飞。只要路径规划好，你可以做出像这样的深度转换。因为镜头在360模式下是允许旋转的，因此也可以做出像这样的镜头跟随。所以这种思路特别适合第三人称的游戏类型，尤其是跑酷或者是卷轴射击类的游戏哦。像是雷电啊，或是神庙脱逃，要拍出这样的360视频，你可以在原始项目设计好漂亮的地形，越漂亮越好，不需要管性能优化的问题。然后通过 Cinemachine 的 Dolly Track 功能来设计各种不同的飞行路径。Dolly Track 本身就是设计用来规划镜头路线的哦，它的原理就跟电影拍摄的轨道车是一样的。路线规划好之后，就可以用上期介绍过的 Unity Recorder 来录制360视频了。我这次设置改录为 4K 30帧或 4K 60帧的 MP4 格式都可以。如果要录制的片段非常多，你还可以把所有录制工作放到 Timeline 上面来管理场景的渲染。Timeline 支持把 Recorder 放到上面分段管理渲染，并存成 MP4， 这会大大简化了迭代的难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Recorder 套件是采用隔录的原理。简单来说，它并不会因为你的设备太差而导致录出来的视频会 lag。每一帧被录好的画面，最后会依照设置的帧率紧密的排在一起，这正是我们要的结果。录完的360画面长这样。包回球体的方式跟图片是不一样的。由于是视频格式，所以我们必须通过 Video Player 来实现。生成一个 Video Player 物件，指定视频之后取代回球体的材质球即可。摄像头记得要设置为 Solid Color。包回球体的画面会长这样，放上飞机后长这样。有没有觉得质量升级了100呢？虽然镜头有限制不能移动，但是第三人称的主角是飞机，结合后不受影响。由于是360还能做出防御从不同方向而来的敌机设计。这种预录制的思路，当然也支持后期制作 Post Processing。录制时开启 Unity 官方的 Post Processing Stack， 可以让最终的结果更真实、更漂亮。但是要注意的是，并非每种效果都适用。一些针对屏幕边缘做计算的效果，会导致结果变成这样，要特别注意。那么，或许你会想问，360视频能够做遮挡吗？能，跟上期讲的方法一样，相同场景、相同路径，先用 Layer 图层把前景物件分类好，
在摄像头设置只渲染前景物件，并设置 Solid Color， 把其他的地方涂成单色即可。录完的前景画面会长这样，跟上一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动。可能你会问，为何不采用支持 Alpha 的视频格式呢？ Unity 支持2种带有 Alpha 的视频格式，分别是 Apple 的 ProRes 4444和 Google 的 WebM VP8。经过测试后发现，这种自带 Alpha 的视频格式会有2个比较大的问题：解码速度慢，以及文件大小会比正常的 MP4 还大。而且这种格式在制作上也没那么便利，因此最后还是采用传统影视产业惯用的 Chroma Key 技巧，用 Shader 把绿色 key 掉，会比较现实。这里的做法和图片是一样的哦。最后从着色器设置 Render Queue 来排序，就能达到足以欺骗眼睛的穿越结果。Unity 内建的 Panoramic Shader 并没有 Key Color 的功能，因此得修改这个 Shader 加入 Key 的功能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视频格式，你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播放技巧来影响画面的呈现，比如 1.5 倍播放、0.5 倍播放、倒着播放、打 BOSS 用 0.1 倍速播放，甚至可以通过移动圆球来扭曲整个背景视觉。善用这一点，等于有了免费的转场特效。另外，如果你不想通过 Recorder 来录屏 ，Unity 是允许你通过 Camera 点 Render to QMap， 先把镜头渲染到 QMap 上面。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函式来把 QMap 算成360的格式。由于本期的内容是射击游戏，所以不需要碰撞结构。但是360视频是否可以制作碰撞结构呢？应该是可以的哦。如果有机会，我会另外做一期视频来介绍。另外是这种做法的视频会相当大，但是我个人是非常乐观的哦，因为随着技术的演进，未来的5G、6G 串流技术会让这种问题得以解决。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下一期将会是更精彩的360照片的技法，千万不要错过。下期见。